魅力源自科技，趋势早已翻转，动力任你决定，由你自定未来。NX 全进化休旅 ，Experience Amazing。有空常回来呢。哎呦，那你这劲啊！老子有钱周年庆，现在跟我一起回娘家吧！老子有钱力战赛特，业界最狂，连爆升级最高10万倍！老子有钱周年庆，送宾士，送 BMW， 加码再送 iPhone 17。用温暖打造家的感觉，诗肯柚木秋季限定新品沙发热卖中。老子有钱周年庆，送宾士再送 BMW， 加码再送 iPhone 17。买家具到诗肯柚木新品上市优惠实施中。买了药过期浪费，感冒头痛试试抗痛宁，含医师处方，止痛超有效，抗痛宁不浪费。美国金格名床 King Coil。肩膀酸痛，脖子僵硬，急退酸痛，清新安摩乐，弯平好擦无死角，水感配方，均匀涂抹，深层深入痛源，有效缓解酸痛，肩颈好放松，终结酸痛就用清新安摩乐。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少康战情室。皇家礼炮21年王者之钻，奢选已消逝邓巴顿酒厂，封存珍惜绝世酒艺，极致雕琢璀璨新奢。谢志good，你才不想你的。坎城最佳导演吴赞玉轰动影坛新作，李秉宪、孙艺珍。要保留。10月9号真人启事，全台戏院上映。家里嗨，这次换你上，63.8万起，加码5万配件金。美国金格名床 King Coil。家里嗨，这次换你上，63.8万起，加码5万配件金。大都会博物馆营造展，台北故宫盛大展出，购票请上各大售票通路。光阳大地名流125大阪登场，一机省油大马力，双茂大空间，独家护水太旧换新，最高补助29800，凶大班。兰蔻全新小黑水，手创肌肤喝的胶原饮，最高浓度99% 胶原精华，秒润基底，24小时弹嫩透光。全新小黑水，兰蔻。TVBS 兴旺爱永续基金会携手花莲在地爱无限伙伴，援助关怀受灾户，重建家园。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少康战情室。Honda 全车系黑翼特仕版，即刻入主，礼遇升级，优惠价值最高18万，欢迎鉴赏。国民党主席昨天晚上在 TVBS 跟联合报举办的辩论那今天这个联合报放在头版2版都在登这些那这个蓝白合是蛮重要的一个重点啦。郝龙斌说蓝白不合就保送赖清德，上次就这样嘛。那郑丽文说再也必须要团结才能够下架民进党不团结就不行，因为民进党要团灭在野党所以不是你就死就是我活那另外呢，这个郝龙斌说蓝白不合保送赖清德，所以2026、2028胜选方程式蓝白一定要合就这样讲，蓝白合也不表示一定会胜选，你不合就很难嘛，因为你就分散力量了嘛那另外呢，他们昨天也讨论了两岸的论述郝龙斌说他不跪美、不舔共、不这个媚日。罗志祥说呢，要两岸政策原来是很光荣的，要找回光荣感。郑丽文说要9·2共识来推动这个交流那另外呢，这个说
民进党在抹红蓝营，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抹红的地雷给它扫除掉啊。另外呢，这个愿景啊，郝龙斌说，你们不要天天讲什么世代交替，那是政治斗争。我来就是要世代交替，而且我的世代交替是跨世代整合。所以他说，如果我当选这个主席的话，会邀罗志祥、郑丽文当副主席，来显示团结力量大哈。那这个之前当然他在高雄国贸新村的时候，有人说啊，你如果不当，如果你当选主席不邀这个郑丽文当副主席，我就退党。好人说我不在要挟下，但是昨天情况不同，他昨天是主动不在要挟之下哈。那另外呢，这个。张晓忠说：“你要郝龙斌，你要请罗志祥、郑丽文当副主席，这政治分赃。”郝龙说：“怎么政治分赃？我是公开，又不是私下。”好，那么另外呢，郝龙斌，年轻人也是昨天一个重点，要建立青年从政平台，设立幕僚家权。什么意思？就是郝龙斌当市长的时候，用了好几个年轻人当局处长、一级首长。那将来不只是这个提名的人，连幕僚，就是这种幕僚的人，因为很多是幕僚变成。这个公职人员呢，这幕僚年轻人也给他加权。如果将来两个人成绩差不多，但年轻人胜出是这个意思啊。那罗志祥就说，年轻人徐巧芯就是我的青年左右手啊。徐巧芯帮我很多忙。徐巧芯年不年轻？年轻啊。好，那么所以呢，要争取年轻人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啊。好，那么张晓忠说，郝龙斌是靠你爸爸，郑丽文是靠连战，罗志祥是靠马英九等等啊。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我都没有看这些人，所以我最有前瞻性啊，你们都要看人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如果要从政，说要先做好称职的在野党这是媒体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在我这边再过来一点。在即将步入会场之际，蓝营青年议员合体为郝龙斌集气，这跟2号晚间辩论会上他的主张有着密切关系。带领一个政党不是一个人的武林，自己武功高强就好。我当选党主席之后，我用最大的诚意邀请罗志祥同志和郑丽文同志来担任副主席，一起决策党务。首度同台6位主席候选人，郝龙斌向其中2位对手递出邀请，但没被点名的率先回击。这不是选举互相在串谋，这是搓汤圆，这是什么？我希望你公开的先收回任命副主席的说法。面对年轻人的排斥，又有什么具体的解方？给年轻人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各种的公共议题、公益活动，乃至于政策的制定到执行，要吸引年轻人的支持，你当然要选年轻人喜欢的党主席。徐巧芯就是我最重要的青年左右手，他是勇猛善战的秘欢呐。然后江宜臻现在的新北市议员，他也曾经是我办公室的秘书。不要说年轻人了，连我张亚中，我是台大教授，上一次党主选举第2名，但是党中央会理我吗？连我都不会理，你认为他们会理你年轻人吗？在台大4年，每年都在救国团服务，我都努力跟青年在一起。各自回顾过去，当然如何让蓝营更年轻，他的做法很具体，加权版议员提名。未来公职提名，除了青年加权以外，我要设立幕僚加权。只要我担任国民党主席，我会用政党外交的形式邀请习近平主席还有川普总统一起到台湾来，大家共同讨论联合国总部迁到台湾的议题。位居领跑的当然必须信守承诺，相对落后的则是想方设法博眼球，力求突破。我想任何一个政党不管执政在野，都是考虑国家的未来。那国家的未来，在你目前对台湾，我已经看过2、3场的这个辩论也好，政见发表也好，就是主要谈两岸跟年轻人的参与，年轻人参与也是年轻人的未来嘛哈。我想对一个想要去执政的政党，如果不把两岸关系处理好，国家的未来是什么？不让年轻人的就业还有他的所得提升了，那年轻人的未来是什么？当然要是谈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你要拿出具体的一些做法了哈，不管是内政或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参与我真的跟各位报告，台湾有一个很严重的未来就是出生率，听说今年出生率预估可能不会超过12万人多可怕啊！
那国家没有出生率，国家的未来是什么？那你为什么出生率那么低？我们就要去问问这个原因呢。30年前，我们很多年轻人毕业的时候，他薪水，我前2天啊，跟这个高凌云在一起我们聊天呢、他说他30年前毕业的时候，他的薪水，他是小孩现在毕业薪水比那还要低。那国家的未来是什么？我就是这样啊。那国家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国家的未来？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他不敢结婚？为什么不敢生小孩？这才是问题。一个执政党先把自己做好了，至于谈和固然重要，但是把自己做好才是首要的要务。美金，因为我想我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哈，所以我想大概没有太多的人，我3场都有看啊。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昨天是 TVBS 和联合报共同的主办，是因为媒体属性的关系啊，所以说呢，这3位的就我们讲就是现在属于领先群的啊，郑丽文、郝龙斌跟这个罗志强。那郝龙斌因为第1场他没有参加嘛，就是这2场这样子看下来的话，在两岸政策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昨天联合报加这个 TVBS 的媒体属性的关系啊，所以说在两岸政策的部分呢。郝龙斌呢，他是一以贯之啊，然后呢，他有强调的就是3个人都强调9·2共识，但是呢，郝龙斌的9·2共识呢，因为增加了像不填共啊，还有呢，他强调的就是对于大陆对台湾的不管是军演啊，或者是说这个军机啊、绕台等等啊，他有这些批判，而且要强调这个尊重这个中华民国啊，这个是他在这个2场论述里面呢，他很强调的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观察的指标，就是因为郝龙斌讲了这些，所以呢，在网络上面呢，他被大陆的这个网友呢批评爆啊，就是说他的这个论述呢，可能更适合国民党未来的论述啊，就是不管是2026或是2028，但是不被中国大陆的这些网友啊，或者是更深蓝的国民党的党员所喜欢哈，这是第一点。第2点呢，郑丽文呢，他在过去的2场的辩论的时候呢，他其实都有强调的一个在9·2共识之下的时候的是一个中国人的论述，他已经讲了不止1次啊，就是说他带领这个国民党要让台湾人呢可自信自豪自信的说我是中国人，好，然后是一个。跟中国大陆呢更紧密结合的一个全面性的交流，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往上啊，这个部分他有讲，但是所谓的自信自豪的说出我是中国人，昨天他并没有提到哈，但是呢，因为呢他前2场的这个论述，还有他到黄复兴党部的旧的这些黄复兴党部现在已经没有了嘛哈，这些属于黄复兴党部的基层的时候呢，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支持啊，而且因为郑丽文呢，她有这种女战神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丽文她在民调或各方面的来说的话，在国民党的这个小范围的这个选举里面呢，以深蓝的为比较基底的。民调里面呢，郑丽文是占上风的啊。那志强呢，因为他还是他就延续过去在马英九这个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政绩哈来谈，所以倒没有什么增添哈。不过呢，这就是带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在于是说，因为呢丽文强调的这种我是中国自豪的说我是中国人的论述，所以在这一段这个时间以来呢，他的确有造成国民党的一些在2026年他要选举的不管是县市首长也好，或者是县市议员也好，其实特别是大家不要讲说是中南部哦，这不只是中南部哦，就是它有一个外溢效应的，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国民党的党主席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张的话呢，他很可能在未来的大选里面的时候呢，他会被民进党当作是一个论述上面的来主攻的一个论点啊。我想就是说，所以会让国民党的要选举的人呢，可能会有点焦虑啊。好，这是第一个。第2个就是说，我觉得国民党呢，千万不要以为2次大罢免726跟823这种完风就代表所谓的抗中保台的这张选票它这张牌虽然在操作的作用上面呢可能降低，
但是呢，他回到了大选的层次上面，特别是2028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终究还是会回到一个所谓的台湾人认同、中国人认同，还有就是谁更能够在一个跟大陆呢和平交流对话的情形之下，同时又能够保持台湾自主立场、尊严空间的一场选战。来，小牛，我就针对年轻化这件事情来讲，我昨天稍微听一下啦。那我是觉得，因为层次上不一样，应该要拉开啦。就是说，党主席负责的是党务嘛。那你去谈很多青年政策相关的时候，那其实是总统候选人的工作啦。就是说，青年拓票的部分应该是交给选将来做处理。但从党务上面，我就提一个比较务实的建议嘛，就是先有年轻明代，你才赢得回年轻选票嘛，你才赢得回年轻世代嘛。那换言之，你怎么样让大家在国民党里面，政治工作者在国民党里面有发展路径，有诱因投入幕僚、投入参选，有一定的那个，那比较会是一个党主席在青年政策上面最务实而且最可以做的地方。那第二个，我观察这么多场的这好几场，接下来还会很多场的这个政见发表也好，或者是辩论也好，大家会发现每次都不是两岸就是蓝白合，大家听了平常心讲也腻了。我是觉得需要多一点新的元素。什么样的元素呢？党主席我已经讲，因为党主席毕竟是党务嘛，但是现在大家在讨论，我认为党务还有一个事情是没有被讨论，就是如何立刻上手跟民进党开始进行舆论攻防。这个题目，我认为是接下来几场辩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思考的方向嘛。因为这个才是大家去期待党主席，然后甚至是说我国民党现在相对好的一个气势，能不能延续到2026跟2028的关键嘛？掌握舆论战场，在空战上取得一定的优势，你2026跟2028你才有胜机嘛。那这个我想这是未来党主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一直不解哦，你们现在立法院哈，国民党的立委平均年龄是最年轻的，对啊，你几岁？我今年34。对啊，他也是立委嘛。那他们还说国民党很老。都是用年轻的立委，很多都出头啦，所以这个就是最务实的。徐小新几岁，对不对？都很年轻，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讲到年轻化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很老，或者我觉得对于朱立伦主席来讲有点不公平，是不公平的，对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呢，国民党呢，他的群众的基础啊。国民党有点缺乏自信哈，他们认为说，在过去的726跟这个823这2次大罢免，如果没有小草的全力支持的话，可能不会有到这样子一个完风。然后还在接下来就是说，2024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年轻的群体里面呢，在过去长期以来的时候是属于小英的。后来被柯文哲拿走了哈，所以我觉得是累积这样子的印象。可是就事实上从政的国民党的不管是立委或是市议员来说，朱立伦的时代年轻非常非常多啊。对啊，我当立委的时候35、36岁，他30岁比我还年轻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昨天晚上 TBS 跟联合报举办的这个国民党主席的辩论啊，那黄复兴党部蛮重要的哦。为什么？这样讲好了，这次国民党有多少党员呢？我看他们的资料，可投票的党员33万，有资格投票的65岁以上的22万，黄复兴大概将近8万哦。但是呢，这些33万有资格投票的，我认为到时候投票率大概只有一半。有时候只有3成，有时候4成，到了5成多就不错了。但是黄复兴党部的这些党员投票率一定会比较高的，哦，比一般的党员高。所以虽然他8万，就是假如说33万，到时候投出来票是，比如说17万好了，17万里面黄复兴可能就占一半了，他可能7、8万都去投啊，哦，投票率非常高啊，所以他的比例非常重要的哦。那所以呢，因为黄复兴党部为什么黄复兴党部这次？这个他们的情绪很有情绪，因为什么？因为在朱立伦任内的时候，把黄复兴党部裁撤了。黄复兴党部的党员有一个特色，所谓黄复兴是退役军人啊。以前我的朋友在里面开会，就说开会的时候都在骂国民党，投票的时候都投国民党。他们个性这样，他们批判性很高，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啊，对国民党不满，对执政党那时候国民党执政党，但是最后投票的时候非常坚定投国民党哦。那所以呢，郑丽文就主张恢复黄复兴党部，不过他有没有讲直接还是恢复精神？反正就是大家都对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现在归到地方党部去了，所以你要恢复黄复兴党部之后，地方党部有意见了。地方说都已经本来好，为什么要恢复呢？
但是你不恢复，黄复兴党部就很生气。所以黄复兴党部为什么那么气朱立伦？就你把我们黄复兴党部给裁撤了哦。那郝龙斌跟罗志祥都是还是要发挥黄复兴的战力、黄复兴的精神哦。那其实现在没有人敢明讲说我要完全把它恢复，因为这个怕得罪地方党部。但是要维护黄复兴的原来的这个荣誉，恢复黄复兴的精神哦，这个希望鼓舞黄复兴的这个士气啊。那郝龙斌今天上午啊，这个举行一个等于是算是记者会啊，或是一个群众大会，有40名退将来挺他哦。所以呢，黄复兴说，如果我当选主席，要成立黄复兴国防安全智库。因为我其实以前讲过，我说比如赖清德或是蔡英文，你去问那些现役将领是没用的，你去问现在国防部长。国防部长还不是这样，你问参谋总长说我们到底国防力量怎么样啊？老共打我们强在哪里，弱在哪里？他怎么会跟你讲真话嘛？问退下来的将，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他才会跟你讲真话。哦，我们强在哪里，弱在哪里，打可以撑几天，会有什么问题？退将才会讲。你就问现役将，他为了保他的官位，他怎么会跟你讲真话呢？哦，所以呢，退将其实蛮重要的，不要小看哈。那好，这些退将是支持郝龙斌的啊，但是问题是退将又能够影响下面多少不知道，对不对？你以前是我部属，我现在你已经不是我部属了，对不对？你听我的吗？也不见得听啊，那就要看他们的影响力了啊。那军系说呢，这个力挺黄毅文、郑丽文啊，要办30桌星光闪闪啊，也是那边也有支持他们郑丽文的啊。那另外呢，这个最近有一个民调出来。说是挺郑丽文的阵营，是联合报登的，挺郑丽文的阵营送出这个做的民调，而且发表的说他领先郝龙斌将近13个百分点，不过还有30%的人没有表态哦。那这30%会怎样？是投票还是去投还是不去投啊？那所以呢，这个郝龙斌按照这个民调是落后郑丽文的。那郝龙斌说：“我参选就是准备要赢，我当然希望赢才参选了，否则我干嘛来参选呢？啊！但是罗志强啊已经说了，说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喊，说要世代交替啊，所以呢要弃罗保正啊，说不要投罗志强，去投郑丽文就可以打败郝龙斌。那罗志强说：你们现在不需要弃罗保正，郑丽文已经赢了嘛，哦，所以恭喜郑主席啊，这话有一点两面刃了啊，有一点两面刃，我们看一下。郝龙斌，郝龙斌。”营造军系，团结气势，40位退役军官力挺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其中11位是退役将军。黄复兴过去一直是国民党最可靠的铁卫队，可是我们必须承认，黄复兴最近也受了非常多的委屈。未来我当党主席，我一定会恢复黄复兴的荣光，发话恢复黄复兴光景。我们也主张能够恢复黄复兴党部，让黄复兴党部跟青年党部老干新知相得益彰，所以会具体恢复黄复兴党部这个名字，恢复黄复兴的荣光。那具体的方式，在大家坐下来商量以后，我们再来决定。做法有所保留，但对黄复兴一定充分尊重。偏偏现在就有一份党内民调外流，数字来自艾普罗，其中显示郑丽文的制度高达30%，而郝龙斌以17%居次，罗志强则是16%，也就是郑丽文领先2人幅度在13%以上。那个民调啊，我们查了不具名，而且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单位做的，哪一个单位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看就好。来，这个费伟，我以前的我在国民党党籍在黄复兴哈，所以相对黄复兴的朋友也多一点。郝市长现在被有一个 rumor 困扰住，因为现在黄复兴感觉分两派啊，有人支持我的好朋友郑丽文，也有人支持我的好朋友郝龙斌。但我讲个持平的话，这个 rumor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郝龙斌跟朱主席有这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朱主席在后面挺。但像纪凌莲、纪上将他们，我们也都熟朋友，他们为什么会去反朱？因为他把黄复兴撤掉，所以这个罪呢，就好像就带在郝龙斌主席的前市长的身上。但我所了解，大概这个郝市长跟朱立伦主席
大概这几年都不讲话的，所以我不太相信了。我当然我现在没有参与这些事情，我不太相信朱主席啊会去支持郝龙斌。这也就是这个 rumor， 我的观察了哈，影响到郝市长现在在黄复兴基层党员的支持度。就是我老实跟你讲哈，朱有找我谈过了，朱从来没有找过郝龙斌谈过了。所以他们就说：“哎呀，朱跟我跟郝在同一个房间里鬼打架，没有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完全没有这个事情。谁跟我们关在这房谈过？韩国瑜、赵少康、郝龙斌有在一个房里面。朱立伦，韩国瑜有，郝龙斌，韩国瑜、郝龙斌、赵少康、赖世宝有。哦，那是为什么？那是赖世宝请这个韩国瑜，请郝龙斌，为了当时反大罢免，我们帮赖世宝很多的忙，帮他游街、下雨、淋雨啊，赛事啊，所以那是为了这个。但是朱立伦、赵少康跟郝龙斌从来没有在一个房里过。哦，真的，我跟郝龙斌有在房里过。不重要啦，朱立伦这非常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为什么？因为黄复兴现在不支持郝龙斌嘛。讲话，我等着让你讲了，动怒了。我等着让你讲。我告诉你，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们现在就假借，他们就去攻击。说因为这个朱立伦跟郝龙斌搞个密室政治、私相授受，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私相授受。好，老沈，换你讲。主持人，我跟你讲，你说，我本来要动怒的，你动什么怒了？看在我们的交情啊，不要动怒。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啊，不干我屁事，你知道吗？昨天那一场我看了2/3，我觉得主办单位本台跟联合报不错，他有准备，而且很不偏颇，不像上一场中天那一场，他们的讲法。其实不像要选党主席，党主席是要管人事、管财务、管提名，然后把整个党的声誉拉上来。没有一个人在琢磨在这一点啊，管理的领导跟管理。所以我非常的失望啊。但是现在剩下大家听得很厌烦的2个议题。一个就是年轻化、世代交替，还有一个是两岸政策。明天中天要全场都讲两岸。两岸对，我告诉你，它主题就是那个。我告诉你，两岸没什么好讲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6个人的意见都一样，就是要和平，两岸要交流。那我问你要交流要怎么样？我跟你讲，你在野党你没办法交流，那个陆委会把你挡下来。你是执政党，你要交流 ，OK good， 但是你的基础、你的底线。我跟你讲，你如何维持尊严跟对等？6个人一定都讲9·2共识，那请你告诉我，是习近平的9·2共识，还是马英九的9·2共识？你可以说不要讲，没有关系，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没有票就流掉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早提醒6位候选人，你的底线不能糊里糊涂啊。就是乌漆嘛黑的乱讲9·2共识，想得周到一点。第二点，我告诉你很重要一点，就是年轻化，就世代交替。我觉得郝龙斌你是上当了，你要记得你不老，你知道吗？你还少我们的主持人老赵2岁，老赵少我12岁。你觉得你自己老，觉得心虚，你只要想到我就好了。如果我不老，你是小孩子，你老什么？但是重点不是这样，重点大家都讲过，都不是重点。重点这个世代交替啊，就是你的对手，就是郑丽文背后支持人的一种斗争的工具，就说你老。但是这些要郑丽文代表年轻一代的年轻化的修理自己的这个基本盘，最老是他们最老。我跟你讲，你要年轻化，是组织年轻化呢？政策年轻化呢，还是你做的真的让人家佩服，年轻人都蜂拥的过来的那种年轻化呢？我告诉你，今天军系也好，这个防护性也好，你们的结构，你们分析一下你们的年龄最老嘛，跟全体国人的年龄的结构相差落差最大。你们讲什么年轻化？你们真的要年轻化的话，回去检讨一下，是不是你们这个组织要扩大到让年轻人进来，让整个国民党有权利投票的这些选举人的年龄结构跟全国老百姓
稍微接近一点。你们最老嘛，你们讲什么世代交替？最该世代交替就是你。分析一下哈，我刚刚讲国民党现在有资格投票党员33万，对不对？那22万是65岁以上，看起来比例很高嘛，对不对？但是也有11万是65岁以下，你要这样看啊。民众党我刚刚问晚会，他只有3万党员了，民众只有3万了。国民党的自主党员年轻的也有5、6万了。民进党也不过就20万党员了，比例问题啊。对，我懂嘛。但是说他的年轻人并不少嘛，他之所以有那么多33万以上，因为国民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礼遇啦，就是你只要40岁有40年以上党龄，不要交党费，不要交党费，他就自然都是了。所以年纪大，这个自然是这样嘛。如果国民党现在说通通要交党费，可能他那个结构啊，他可能只剩下15万了，不一样，就年轻了嘛，那不就年轻了吗？他是因为敬老尊贤，觉得这些老人家过去对国民党很有贡献，特别在部队里国有贡献，所以40年以上党龄不要交党费。我不是完全同意这个，你侮辱我老人家，你知道吗？我真的在乎那几百块吗？不是，那是国民党特别的历史啦，这是国民党特别的历史。这一群人跟着国民党从大陆打到台湾来，国民党跟他们当然不一样嘛。对啊，所以他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尊重他， 40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对呀这比例嘛，一定这样。所以你也不能说，所以我刚刚在想，我本来以为跟大家一样想啊，人云亦云啊，对啊，33万年什么20万60位以上，他为什么22万60位以上？他尊重这些人过去对国家的贡献嘛。是啊。那民进党没有这个问题嘛，没有这个历史的因素嘛，民进党也没有这个历史，而且民进党20万党员，很多人都人头党员，而且国民党的这个党员跟民进党不一样哦，民进党人头党员都抓在那个付党费的人手里。党政在他手里，是啊，选举他去帮他投票。国民党不是哦，就算这地方有些派系说有人头党员，那是人头，那些党员是自己去投票的、哦，不掌握在派系手里哦，又是完全不同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刚刚老沈想谈黄国昌，好，这里啊。那这个王一川今天去告黄国昌等7个人4大罪啊，那而且骂呢说呢你这个躲不掉，操死了哦，狗仔昌啊，我一定会追究到底，告到底啊。然后他说他被跟监9天，现在觉得很恐怖啊。那偷违规左转也被拍下来哦，所以呢，这个他认为这个你如果要跟拍，是这个人必须有涉及不法。在法律上才能成立哦。他一说，我也没有涉及不法，我一个左转算不法吗？哦，所以为什么要来拍我？哦，所以他今天控告是妨碍秘密、妨碍国安法哦等4个罪了哦。那黄国昌说，你就是泼粪就跑，泼完我的粪，这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这个黄国昌被告王一川说他打官司，说黄国昌打官司还没有赢过，黄国昌说他想再被认证闯红灯吗？哦。那另外呢，王一川告黄国昌说又一个蠢货来送头哦。面对这个民进党垃圾政客的烂术，我从来没有怕过，也没有输过哦。那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过去了哈，民进党因为被爆料去告别人的，没有一个赢过的哦，包括黄耀福、陈明仁、郑文灿、林炳文、苏志芬这边有在什么案子啊？然后呢，提告妨碍名誉在什么时候提？2021、2021、2023、2023、2024，然后呢都不起诉或是无罪啊？为什么啊？因为呢要告诽谤、妨碍名誉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大法官做了一个解释，以前是经常被告，就判，后来大法官解释说，除非是有真实恶意原则，这很难证明他有真实恶意嘛？说我这评论我没有恶意啊，那你说你有恶意？你怎么证明我有恶意？所以，除非是真实恶意，否则的话，大法官解释是要言论自由的哦。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呢，这个派狗仔偷拍陈时中吗？那黄国昌就呛劲爆说，你是逻辑错乱，丢脸不够嘛？反正现在是吵架，你骂我骂你了哈。那柯文哲挺黄国昌，说司法不处理弊案，去追杀揭弊者，台湾会完蛋啊！所以黄国昌是要揭弊啊，他不跟拍，他怎么能揭弊呢？哦，我们看一下。被跟拍事后想起来还蛮恐怖的啊。那被跟的那当下，那9天啊，
我是完全都不知情。怀疑去年被跟拍背后主使者就是黄国昌，民进党立委王一川控告黄国昌等7人涉嫌违反个资法、社维法、国安法和刑法妨害秘密等罪。他打官司好像也没赢过国安法来讲，若成立的话，就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到目前为止，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对我提起滥诉的记录是全败，破了份不用负责任就跑。那王一川他在公开的道路上面闯红灯，这好像也是客观的事实。脸书骂得更凶，打枪民进党又有一个蠢货来送头，没输过没怕过。但关于凯斯国际公司背后金流，陆委会也说要由检调出手，因为它牵涉到国安法或是反渗透法，那这个要由检调来厘清。黄国昌狗仔集团疑云未完待续，网媒在爆料，2022年9合1大选期间，陈时中遭徐巧芯爆出酒后10指紧扣联医女副院长画面。原来黄国昌是透过友好企业主得知有这场参叙，再派狗仔去拍，事后让企业主非常不满。而爆料照片，网媒因为压着不报，才从前记者谢信恩辗转流到徐巧芯手上。居然连企业界的好友，他也可以背叛。整个上面逻辑错乱，东拼西凑，到今天为止，丢的脸还不够吗？甚至这节目主持人李正浩也爆料，网媒大多数独家跟拍都来自黄国昌。那陈佩琪看1.2亿豪宅资讯，是不是也是黄国昌给的？我已经不晓得要怎么回答这么可笑的质疑了。怕再被说神隐，黄国昌连假前出面反击，但风波没因此平息。廖婉慧。我觉得首先讲今天黄国昌特别在立法院前面，就是让媒体访问因为上礼拜呢他没有出来做这个受访了，然后就刚好又3天的这个连假，那大家就说他神隐所以他今天呢在这个放假之前，因为他连续接下来3天也没有什么公开行程，就出来跟大家说明白那我简单讲，就是说前面刚刚赵大哥也有讲了，就是说这个泼粪的部分其实民进党很擅长反正泼了粪就马上跑走。那你要讲这个，我是觉得就是王一川今天早上去告这个事情，其实他们民进党的滥诉也是非常上手的除了泼完粪之后就去告，告完之后呢，我要跟大家讲，目前为止他民进党这个滥诉对黄国昌的部分，黄国昌是全胜，就没有一场是成功的。那接下来我要讲你的这个，我对王玉川从那一天在这个立法院前面的这个受访，一直用我实在很不想讲那3个字在媒体上面，用非常不雅的字眼来讲一个就是党的这个党主席，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子的一个立法委员是不值得尊重之外，也是非常没有水准的那在接下来要讲就是说，他讲说这个他被跟踪很害怕这件事情，他不是也去告了吗？告了之后，请问检察官有起诉吗？没有起诉嘛？那他就告诉你就违规左转，好，那你就再一次嘛，你就再告，那下一次还是要再次证明你就是违规左转嘛？好，那我回来讲，你的这个跟也不是黄国昌跟的啊，你说是凯斯跟的啊，凯斯到目前为止相关的证据你也没有拿出来嘛？所以我们在等啊。他的姻亲是谁？你又讲说钱从外面来，又硬是要给他套一个跟这个这个渗透相关的这样子的这个贴红标签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啦。你就是把证据拿出来就好。是这样，我是很不喜欢讲王一川，这广川我一点都不喜欢，但是不是因为他现在介入的对象是黄国昌，而认为因为我不喜欢他，所以黄国昌就 OK 了。因为那些跟踪他闯红灯的，他已经判无罪了，但是不是因为那些人无罪，就证明黄国昌如果有涉入的话，他就可以做这些事。因为黄国昌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咆哮司法，这个说司法不公的这种非常正派的人。那今天你如果有一点点涉入的话，尤其是最近说神隐好了，他没有神隐。他从开始这件事情到今天所讲的话，都不像是黄国昌讲的话，就是扭捏、弯曲，就闪避，这不行嘛！为什么闪避？你跟我聊，为什么闪避？就是理不直气不壮。小牛，
法律面上面来讲，刚刚我想主持人跟其他人分析的非常清楚了。法律面上要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大概是不太容易啦。好，但政治面上面来讲的话，我认为受伤的状况也有限，主要是因为现在主流的认知是执政方在舆论战场上本来就有不对称的优势嘛。就这群调查记者再怎么用一些比较有争议的手段去拿到一些资料，有北检泄露出资讯还严重吗？好，这个会是普遍上的舆论认知啦。它虽然不太符合伦理跟道理的规范，但那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嘛。所以，即便这件事情有杀伤力，我